你好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掏地沟油吗？你是干嘛的？你不要瞎拍啊！你先别拍，先别拍，我得。你们要是非法的，那我们就得报警。我们是正规军，都跟饭馆这个商业街有协议呢。这玩意儿值钱，1体黄金。1体黄金？我记得之前地沟油的风评可不是这样的。2010年，一篇名为《围剿地沟油》的新闻报道横空出世，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反胃记忆。现在地沟油却摇身一变成了香饽饽，不仅专门有人收购，还做成了一门潜力无限的生意。2025年，有近276万吨处理后的地沟油出口到美国、欧洲和东南亚各国，出口价突破8350元每吨，几乎和豆油的批发价相当。地沟油凭什么卖出如此天价？又被用来做什么？那我们能跟着你拍一拍吗？不，你是干嘛的？我们做科普的，我们不想拍，我们就是想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科普一下，这对我们干这一行的也是一种正面的宣传。跟领导请示一下。你跟领导请示一下啊。对。好。哎，魏经理，他说是拍摄的，就是说这个地沟油的去向流程怎么样？现在我们领导想跟你说个话。好。哎，领导你好。经过数十分钟的沟通，我们是新区园所，我们终于取得了徐师傅和他领导的信任。你拍好一点给我。好，一定。我手有点脏，没事。上车吧。徐师傅的公司一般会收3种油，今天我将和徐师傅一起带你来看看这个神秘产业的最前端。让你们碰到过这种非法掏吗？碰到是经常碰到。一般的我们不愿意跟他发生正面冲突，没必要，知道吧？像你们会收吗？收他们的油吗？我们不会收，我们既然他话都不想讲，还敢收他油呢？让他更干有信心了嘛？反过来还收他的油，就要让他不干才好的嘛。OK。像这种你收的店是你自己谈的，还是公司给你安排的？公司专门有专业的业务员去对接，没有协议也不能干。我跟您一起收油可以吧？我怕你干不了哎。干不了，太恶心，又臭又脏的。没事，我试试。来，你把衣服换上。好。你等我拿收油工的第1天。好，你帮我这个桶，这种短勺子了。这个味儿越来越重了。这个味还算可以的。这里是大型商场在地下自建的隔油间，商场餐馆倒掉的含油污水先集中到这里，利用油比水密度低的原理，油浮在上面被直接掏走，剩下的污水由下水道排出。根据法规要求，餐饮行业必须安装类似的隔油设施，防止含油污水直接排入下水道。这种隔油设施里的油和井盖下的油一样，都叫地沟油，含油率大概30%。这里面油好，要不我来试试？哎，慢点。这勺子给你。这是耍大勺，我们是耍大勺的。哦。不是这样，你会劈。对，撇沫一样的是吧？对。食物残渣经过发酵，散发着浓烈的馊臭。拍摄结束后的几天，我仿佛还能闻到。好臭。可以。还行吗，做的？快要吐了。哎，可以啊。好。 2个人干活就是舒服，要不然我一个人累死。桶离身上远一点，别蹭身上了。一滴都不要浪费。好，完成一斗。徐师傅是个细心的人，每次捞完油都会把隔油间清理干净。我们下站去哪儿啊？下站去餐厅，让我们收获满满。收完大商场里，下一站我们再去商场外面的餐馆，继续收一波地沟油。这个和上午的不太一样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就是一个小。这个水池下方的小蓝桶叫油水分离器，含油污水经过灶台下的管子流进来，上层的废油被留在桶中，下层的污水通过几乎贴底的管子排走。我们拉出来，然后我来倒吧。这个可以。非
这个感觉积的时间有点长了，有点味儿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抬不动说一声啊。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部长感觉怎么样？看着脑门的汗，出苦力了，这个还挺沉的。我觉得这得有20公斤，还有煎炸油，可以的。逮到那个不要钱的小工，我就拼命的干一把。好，今天完全是听你指挥。现在我跟着徐师傅来到了今天收油的第3站——煎炸废油。它的杂质很少，含油率能达到80%以上。只有这种废油需要付费向商家购买。这一桶大概有多少斤？这一桶得30多斤吧，就这样倒。哦，不让它喘气。对，你一喘气的话会溅地上的。来到了天津卫，嘛都没学会，倒是学会了收费油。注意安全，对，脚踩稳了。哎，然后我递给你啊。好。行，可以。到这里，我和徐师傅今天的收油工作就全部结束了。第3种油就是大家熟悉的装在绿色垃圾桶里的泔水，餐厅会直接放在路边，由其他收油队负责。它和地沟油、煎炸废油统称为餐厨废油，只有取得资质的公司才能收运。饿了吧，所长？啊，有一点儿。我衣服脏，随便放。你把这个电屁股给做。咱们这都一样，没事，一会儿还装垃圾，没事，一样的。我都做了已经。哪一年开始干这个行业的？我17、18吧，99年嘛。我初中毕业那时候家里穷，父母生我岁数又大了，我老来子，怕他们就是身体吃不消，我就出来打工了，还没选错行，我感觉，这就脏一点累一点。身边有人说你咋干这么脏的活？有，亲戚，我舅舅家，我老表他们都说我，他们干地沟油是不是给别人吃的？我有口否决，我要维护我的工作呀。到现在还是有人误解，所以说你这个纪录片拍出来之后，我就要发给我家老表、我家亲戚他们看，不要误解我的工作，对吧？挺好。我这工作其实挺高尚的。来拿这个来碰一杯。好，谢谢徐师傅啊。我也谢谢你，今天给我干活了。好，咱们接下来干嘛？跟我走。好，把垃圾丢掉。餐厨废油想要卖出高价，还得经过一系列处理。这里就是他们华丽变身的地方。首先，让我和徐师傅先上交今天所有的战利品。这一天的工作就完活了吧？一天的共同工作终于到了要分别的时候了。啊，我的手艺咱俩一样，咱俩是一样的。谢谢徐师傅带我。好的。好，我觉得你们这个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怎么讲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反正你说多高尚吧，也没多高尚。那个所长答应我的视频忘了啊，没问题，我回去给你寄书。我的书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的祝福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我和徐师傅收来的油会变成什么样呢？第2天，徐师傅帮我联系了工厂的生产经理，他会带我们看看废油处理的过程。你好，孙经理。你好，欢迎到我厂进行参观。好，谢谢。那咱们去看看那个地沟油你们加工的那个长什么样。那我带您过去。哎，好。好，这就是化验室。对，实验室。所长，现在面前的话是2杯油，您可以分辨一下哪个油价格更高。哇，我这么臭！看看这杯，这个就没有味道，这个是正常。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更贵啊。错了啊，这个油我们的价格更高，它更高，它的价值更高。这个的话呢是不法分子加工的回到餐桌的黑心油，通过工艺啊把这个臭味脱掉，但是里边呢会含有大量的这个致癌物质和一些重金属。这瓶腐臭的直冲天灵盖，还有点辛核酸的生化武器，叫粗油脂，它是餐厨废油除杂后的产物。废油倒入卸料口，利用水力冲洗，剪碎固体杂质，制成水油混合浆料，过滤出大渣。水油混合浆料经过蒸汽加热后，送入3相离心机，将油从水和细渣中彻底分离。
最终得到的就是粗油脂。在这个系统中几乎没有废物。大渣在挤压机中挤干后，可以送去焚烧发电，三项分离出的水或在系统内循环复用，或制取沼气为系统供能。细渣还会被制成饲料。粗油脂被销往不同的地方，有些会被精炼成工业级混合油，再次销售。那工业级混合油又被用来做什么呢？经过一系列查询，我们知道了它下一步的去向。我们联系到了国内工业级混合油的大买家——中国石化镇海炼化。地沟油不会也能当成石油来炼吧？在搞清真相前，得先了解燃油和地沟油的区别。燃油是以碳、氢元素为主的烃类混合物，其中包括了烷烃；而地沟油的主要成分脂肪酸和甘油三酯，相较于燃油主要多了氧。镇海炼化利用一套投资数亿的工业装置，操作了一场精密的分子手术，让地沟油变身成航空煤油。第一步，加氢。在特定的压力、温度、催化剂作用下，氢能去除多余的氧，变身以直链烷烃为主的产物。但是此时它的碳链过长，分子结构太直，在万米高空的低温条件下，分子容易排列结晶，导致流动性较差。所以第二步再次加氢。在特定的条件下，过长的碳链会被剪成航空煤油所需的长度，同时原来直直的碳链会变异生出一个个分叉。这种不规整的分子结构能显著改善航空煤油的低温流动性，还是正常的一个流动的一个状态。实验装置已降至零下64.1度，但它依然没有凝固，因为原料来自生物而非化石，它也被称为生物航煤。2009年的话，自己的研究院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。2013年我们在上海那个虹桥机场试飞了一把，飞机是看它起飞的。那个机长还接受了采访，结果是非常好，非常正常。他说跟一般的这个普通矿物行业没有任何区别，还是蛮激动的。那说明我们的技术上成功了。对，地沟油不要再留下餐桌，通过一定的技术把它变成我们燃料嘛，提升国家能源的多样性。除此以外，这项技术还是绝对的环保利器。相比传统航煤，可以减少全生命周期50%以上的碳排放量。以中石化镇海炼化为例，最高10万吨的年加工量，能消化掉一座1000万人口城市1年回收的全部餐厨费，同时实现8万吨二氧化碳减排，相当于5万辆经济型燃油轿车停开1年。这么好的燃料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用上？翻翻你的飞行记录，没准已经体验过了。哇，好冷啊！2025年3月19日至7月，北京大兴、成都双流、郑州新郑以及宁波丽舍机场起飞的所有国内航线，都曾加注掺混过1%的生物航煤。可产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。17年过去了，10万吨的装置，一共6、7千吨的量，国内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。我们是指望能连续化生产，提升它的产能，降低它的成本。这么高的成本，那怎么才能降下来呢？第一个就是技术端，我们的石坑院一直在研发新一代的催化剂。第二个就是多样性，放宽原料指标。比如说有些原料，我的催化剂也能承受，市场前景我个人觉得是看好的，曙光就在眼前，快了。为了兑现减排承诺，欧盟已经通过立法强制从欧盟机场起飞的大部分航班加注生物航煤，欧洲正成为全球最大的需求方。而在国内，包括中国石化镇海炼化，已有6家企业的生物航煤通过了民航局试航审定，只待出口白名单落地，便能依靠欧洲市场让整条产业链运转起来。地沟油确实没有消失，不过它不再下厨房，而是上得厅堂，直至万米云霄。这也只是开始，还有秸秆、稻壳、木屑等等我们认为的农林废弃物，未来都在逐步变身清洁能源燃料。这是在做什么呢？我很幸运，在见证变废为宝的同时，遇到了徐师傅。
他带我了解这个行业，耐心教我捞油技巧，挺真诚的一个人嘛，真挚的希望自己的工作被认可。挺感动的。天空画更多的彩虹。还有一些工程师、科学家，他们几乎将半个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一项技术。占了我2/3的时间，还是有感情。或许世上本就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。世上也没有无意义的坚持，只是在等待发光的那一天。我现在已经是半个专家了，来，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。现在双手创造是班宠，最多的是1个月干。哇，换工作了。饿了吗？您的外卖已就位。这是我们的这里中国1、2、3共3本啊，还挺重的。然后我们给徐师傅和他的孩子签名送过去，也祝徐师傅的孩子高考顺利。